Hi Dr. Sam，你好，请问确诊者有腹泻，需要吃止泻药吗？泻是可以帮助病毒排毒。其实呢，泻肚只是一个身体对抗这个病毒的一个保护来的。我们的病毒呢，其实不只是在喉咙哦，它是在小肠、大肠那边都可以繁殖的。啊，很多病毒呢，是因为我们的在喉咙这里有病毒，我们吞口水把那个病毒吞在胃部，然后跑去小肠，它没有被消化掉，然后在我们的那个肠胃那边呢开始繁殖。可是这种那个病毒呢，在肠胃开始繁殖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做出一种反应，那就是把那个病毒，如果那病毒进入了我们的小肠的那个小肠壁的话，那个细胞呢，它就立刻死亡，它就立刻自己自杀，然后自杀呢，它就会剥落，剥落的时候就会造成了我们的身体好像肚子痛哦，开始就要排泄，它是把那个病毒排出来的，其实，还有第二个可能性就是那个病毒呢制造的刺激，然后制造了我们小肠发炎，也可以变成腹泻咯。这两个可能性如果是你腹泻少过5次的话，你不需要吃止泻药。如果你腹泻一天里面超过5次一天里面超过5次，如果你顶不顺了，喝不下水这样你吃一粒半一粒止泻药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一粒就好。如果它泻停了过后，或者是减低了那个泻肚子的次数，那就好了。不要吃太多止泻药，因为它会造成了你便秘，然后过后弄巧反错，你肚子又不舒服，又吃不下，那就大件事哦。请问有什么可以介绍？什么 test kit 可以介绍吗？我们身体比较喜欢 lollipop， 自己的口水比较难。OK，RTK 有很多种有一个是鼻子筛选的还有一种就是吐口水，还有一种是 lollipop 3种。这个 lollipop 是方便在什么人呢？就是很难吐口水的人，或者是小孩子，因为小孩子这样吐口水是很难的，所以你直接把它吃 lollipop 这样拿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 lollipop 是比较方便比较好的，比较方便比较好lollipop 是方便的，我觉得方便品牌之外，品牌什么品牌都可以用，最重要是你要 check 一下，跟那个卖 RTK 的人问一下，这个是 KKM 批准的吗？那是 KKM 批准的，我们全部都 test 过的，全部 RTK test kit 在市面上的，如果是 KKM 批准的话，都是有 test 过，这是临床做过，在马来西亚用过过后，我们才可以说它 approve 如果是没有 KKM approve 的就不要买，不要在 online 很多地方买不需要，那个是因为你要很难见证那个 set 你去普通的药房或者是我们的外面那些 pharmacy 买的话，顺便问是比较安全online 我有点担心有假货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准刚才我是说想要讲一讲，就是 Doctor, vitamin D can prevent COVID or not? Answer is no. Vitamin D cannot prevent. There's no any food in this world can prevent COVID. The only prevention for COVID is mask, hand wash. There's only 2 things you can do. Other than that, do vaccine. Protect yourself using your immunity to defend yourself from getting COVID. So that's the third thing. 我刚才有讲到的 Paxlovid 那个药物它不是神丹你们不要以为有这个神丹就不需要去打疫苗Paxlovid 它是不能 prevent 你它不能 prevent 你不中 COVID 它是你中了过后，它有一个 treatment 给你，它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药物，它不是防止你中 COVID， 不同的意思但是我不希望大家中 COVID 啦，对不对vaccine 它可以防止你中 COVID 的，但是比较上乘的所以呢，那个 Paxlovid 跟我们的 vaccine 呢是一起双剑合璧的，它不是一个神仙丹，它也不能代替 vaccine， 所以不要以为有了这个仙丹就不用打 vaccine， 不对的I am staying in the house with a positive dad and dad does not want to quarantine. Or should I do my test daily? Actually 答案是不需要Cindy。总之呢，你是 self quarantine 5天过后到7天过后你就可以去关了。因为你应该是有打了疫苗，对不对？你应该是打了疫苗过后就 OK 的不需要再天天 test 到。如果你是想要知道自己有确诊嘛，对不对？那你就在第3天或者第5天才 test。那就可以了。如果你不 test 也不要紧，因为确诊又怎么样呢？也是在家里嘛，对吗？
这个是我给你的答案哦 Cindy 好 OK 自用好啦，答多你期了。Dr. Seth 为什么最近我的朋友15、16岁大多数都中 COVID， 年轻人比较容易中 COVID 的？答案是年轻人的 activity 多，很喜欢出去走走、喝茶、打球很多 social activity， 所以就从那边中了咯。然后可能又没有戴 mask 嘞，你们是不是有戴 mask 啊？或者出去喝茶的时候没有戴 mask 啊？讲话多的话会传染的哦。这就是我所说的，小孩子比较容易传染，是因为你的 activity 多，不是因为身体的不好。OK。Dr. Seth， 请问1个月里面为什么呢会有确诊2次？之前很轻微 ，CT 数值高，可是大概3个星期后喉咙痛，咳嗽，就 test 的结果是2条线。OK，意思说你问题是1个月内确诊2次，可以啊，可能的1个月可能确诊2次，因为我刚才讲到不同的 variant 嘛，不同的病毒之前很轻微 ，CT 是数值很高，可是呢，大概3个星期后有点喉咙。OK，CT 值很高，就是可能你这病毒量低哦，然后你的尸体多咯然后就会造成了那个 CT 值高。所以我现在跟你说的就是。总之呢，你确诊过后7天过后就不需要再做 CT value， 不需要再做那些 RTK， 很麻烦，因为它一定会给你这种很 confusing 的 result。当有 confusing result 的话，你又不知道可以出关不出关。现在已经有够的数据，你只需要隔离7天或者10天，不需要再重做什么的 test， 除非你是有在发烧，你不懂你可不可以出关那你就应该。如果有发烧的话，那就让医生去看医生就可以了。这样就留这些RTK 的东西让医生来解决，好不好？这样就不要做了哈。Hi Dr. Seth， 如果在潜伏期还没有症状时，也是 test kit 还是 negative 的时候，这段时间会传染别人吗？答案是潜伏期还是有可能会传染的，可是它几率不比发病期高，不比发病期高，所以呢，对我来说，潜伏期是有机会传染，可是数据上呢，它是说48小时 before 症状，那就是当你有症状48个小时之前呢，是有可能传染别人的。所以这个是我的答案。康复后还是觉得痰还没有清完，干咳胸有点疼痛如何恢复加强免疫力？几时可以做 full body check up？ 最好的时间 OK。总之是你康复后的2个星期，你做好了全部的补回身体的那个 activity， 就是吃东西，我讲吃高蛋白、高脂肪，喝多点水，如果可以加多点蔬菜更好。2个星期过后应该是会慢慢好，那时候呢，你的免疫力就会加强回的。总之是2个星期里面，你需要做我所说的那2种。然后过后你就 OK 的。几时可以做 full body check up 呢？最好的时间其实是2个星期过后就可以做 full check up 的。所以这个 full body check up 是 for 什么 ？for COVID 还是 for 你的健康的 testing？ 如果是健康 testing 的话普通的 testing 是1个月了比较好，14天不够我怕。Dr. Seth positive 6天，用口水验，然后 negative， 然后用鼻子验 positive， 看那个答案是 positive 就是 positive 了，对不对？你不要再去验了6天7天，你要7天可以出关就出关了，不需要再验哦。答案是，如果要看那个，因为你是6天过后嘛，对不对？你已经知道你是 positive 了嘛，对不对？这样这个是没有用的，不要再 test 了。现在你要 test 来做嘛，是怕你自己会被感染别人嘛，对不对？其实7天过后就不会感染别人。OK，Dr. Seth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是确诊后腋下淋巴腺肿胀，康复后再做检查，需要再做进一步检查吗？答案是不需要。淋巴结肿胀发生在重 COVID 的病人可是呢，它是在1-2个星期里面就会完全消失。如果它是长达1个月到2个月，它都没消失的话，请看医生。为什么呢？它可能不是因为 COVID 造成的可能是别的问题。如果是1个月到2个月还是在那边肿胀没有消退的话，需要看医生。OK。